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爱尔软体。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爱尔软体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爱尔软体 Airsoft Research Berhad 成立于2003年6月，是一间从事研究、设计和开发用于测试半导体和电光产品的自动化测试设备、环测系统和特定应用嵌入式系统设备。公司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回1992年。当时正在 HP 就职的公司联合创办人陈泽义，因为其姐夫突然去世，导致他需放弃事业，来接手已故姐夫的一间从事电器维修的公司X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陈泽义在接手X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后，准备在工业自动化系统控制卡领域一显身手之时，获得了重要伙伴，也就是公司的另一位联合创办人郭敬洲的加入，并因此强化了公司迈向高科技的能力。1996年，由于公司发展迅速，X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从一家合伙公司转换成私人有限公司 Xiangtronics Technology Sdn Bhd， 简称 STSB。自成立以来 ，STSB 已成功开发了用于半导体和光电行业的各种测试和环测系统解决方案系列，并已发展壮大，成为自动化检测设备行业的关键角色。2003年6月，为了满足管理层扩大公司的业务和运营的意向，因此收购了 AGS Automation 作为其自动化部门，专注于机械设计和工程。同时，陈泽义和其两位兄姐以及郭敬洲4人共同创办了 Airsoft Research Berhad， 并将 STSB 的研发和营销业务转移到 Airsoft。顺带一提 ，Airsoft 这个名称包含这两个元素，即电子 （electronics） 和软件 （software）， 象征着公司在先进的电子设计和软件技术创新方面的核心能力。到了2005年8月。Airsoft 收购 STSB 和 AGS 成为旗下子公司后，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上市，并在10年后转至主板，代码为0090 Airsoft。Airsoft 在上市后不断开拓新商机，包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公司投资发展 LED 汽车测试服务，并借由此向高价值产品推动营业额。除此以外 ，Airsoft 在2014年也尝试进军医疗领域，开发自动洗肾机器。后来机器是制造出来了，可惜的是价格却比其他同行来得高，所以为公司贡献的营业额依然很小。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改良第一代，以打造具备价格效益的第二代。随着半导体行业在2018年后半段开始疲软，Airsoft 也经历了对智能设备、汽车 LED 和 LED 灯行业的自动化测试设备需求减弱的情况，股价从历史高点开始滑落。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悄悄到来，更是再度打击公司的业绩，以至于股价跌至4年新低。目前仍处于低位，但是已在慢慢恢复中。Airsoft 是一间技术设备行业的公司，只拥有自动测试设备这个唯一的核心业务。另外，公司还有2间联营企业，那就是销售测试设备的 Lesso 和蝴蝶公园。Airsoft 的自动测试设备业务主要为半导体、光电和自动化行业提供有成本效益的自动测试设备解决方案，是 LED 测试和环测系统的领先提供商。Airsoft 目前已经开发了嵌入式外围设备、运动控制器、自家的标准工业 I/O 电板、LED 测试仪、自动化的 LED 测试设备、LED 环测系统和太阳能电池测试仪。这些测试仪和测试设备主要是帮助制造光电器件的客户，在他们将产品如 LED、图像传感器、汽车照明等投放到市场之前，先进行测试他们的产品，以确保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照常运作。Airsoft 的客户群主要是智能手机和汽车的 LED 制造商，目前高度依赖于单一主要客户，占据了总营业额的50% 以上。Airsoft 的联营企业 Lesso 旗下拥有一间全资子公司 Lesso Shopee， 其业务是一个销售测试设备的企业对企业线上平台，拥有着庞大的分销和供应商网络，聚集了包括工业、医疗以及实验室领域的设备供应商。除了本地市场 ，Lesso Shopee 也在东盟国家、中国和印度地区进行买卖交易。
Leso 拥有良好的业绩表现，虽然后来在2016年计划上市失败，没有释放其该有的价值，但是持有38%股份的 Airsoft 依然获得了很不错的回酬。Butterfly House PG Sdn Bhd 是 Airsoft 在2014年12月开始投资的一间联营企业，主要经营这一间名为 Entopia 的蝴蝶公园。在 Entopia 蝴蝶公园里聚居着150种生物，并划分为2个警界 The Nature Land and the Cocoon。The Nature Land 是一座为小昆虫、无脊椎动物以及小型爬虫类精心而设的模拟生态园，里面有这15000只蝴蝶在园内翩飞，也可以在这里寻获200种千姿百态的植物，是一座全马最大的蝴蝶园。The Cocoon 则是一个室内探索中心，结合了人文与科技设施，使房客可以自我探索，并从事各种有趣的学习活动。顺带一提，蝴蝶公园除了在2014年刚投资时赚了一点小钱之外，其他年份都是亏损重重的。至于为什么身为科技公司的 Airsoft 要投资在一间年年亏损的蝴蝶公园，可能只有 Airsoft 管理层知道了，或许对昆虫情有独钟吧，谁知道呢？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Airsoft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Airsoft 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485万令吉减少了 2.5% 至473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276万令吉下降了 0.1% 至275万令吉。营业额的减少是因为自动化测试设备的需求减少所致，至于净盈利的下滑，主要原因是销售成本提高了。不过由于其他收支的增加以及管理费用的减少，所以导致净盈利的下滑幅度并不至于太过严重。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下降了5%至1亿134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非流动资产变化并不大，所以大部分的变动在于流动资产中。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库存量减少了，这是因为自动化检测设备的需求量减少，使到订单也比之前减少了。至于公司的流动资金，一共拥有6500万令吉左右，而当中用于其他投资的资金就比9个月前下降了，但是手头上的资金却增加了。这是因为公司销售了一部分持有的投资，从中赚取了一点资金的缘故。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暴跌了47%左右，至66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应付款项、应计费用和准备金。应计费用是指已经发生但尚未支付款项的各种费用，比如应付租金、应付利息和应付工资等等。至于准备金，则是公司预期未来将会出现一些支出或损失时加以估算并预先准备的一笔资金。从2019财政年的年报可以发现，公司的准备金是用于维修工作和更换电子零件的。除此以外，基于公司没有任何的银行贷款，所以也是一间净现金的公司。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58%至392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这一季度的现金流量减少是因为税前盈利下滑了很多，还有公司产品的需求量减少所导致的订单减少，也是现金流入减少的原因之一。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则是增加了78%至195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因为购买和销售其他投资，从中赚取了一些可观的盈利。Financing Activities 则录得了现金流出的情况，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就减少了65%左右，至73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公司减少了大量的股息派发，想必股东们一定很不满意。不过现在正是公司艰难的时刻，股东们必须要和公司共同努力面对挑战，才可以让公司走得更久更长远。总结来说， Airsoft 的核心业务是注重于智能设备和汽车 LED 的自动测试设备。以目前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 5G 科技的扩展将激活智能手机或通讯市场，这也将推动 Airsoft 的电板产品的销售。另外，美国新任总统人选已经在11月出炉，之前由于中美贸易战的拖延及恶化，相信也会开始放缓。
有望推动客户重启资本开销计划。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供应链和冲击全球经济，其中遭受严重打击的就是汽车企业，所以也使到 Elsoft 的汽车 LED 测试设备订单下滑。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开始进入第2波，甚至第3波，大部分国家也重新采取遏制措施。不过，相信疫情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预计情况仍将充满挑战。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